血红色的夕阳铺满天际，一架迎着余晖走来，它就是由美国主导研发的3号机。它在真4的初号机前停下，下一秒却突然腾空而起，一脚便将初号机狠狠踢飞。落地时，3号机以极其怪异的姿势趴在地上，紧接着他的手臂骤然伸长，死死掐住了初号机的咽喉。驾驶舱内的真4痛苦不堪，仿佛下一秒就要窒息而亡，可他却始终不肯还手，只因在不久前3号机的启动实验突发意外，机身被使徒控制后暴走，实验基地瞬间便被爆炸吞噬。总部给真4下达了消灭3号机的命令，但真4透过机体却看到了未拔出的驾驶舱，里面还有人。他犹豫了，所以他才迟迟不肯还手。可总部却没有惯着真4，定元堂直接下令切断了真4与初号机的连接，同时将操控权移交给了傀儡系统。这是一种完全摒弃驾驶员意志的残暴手段。随即，只见失去控制的初号机缓缓抬起双手，突然发起了疯狂反击。他一把便掐断了3号机的脖子，即便对方已无抵抗能力，但初号机却仍未停手。3号机被他高高举起，又重重地砸向地面。紧接着，他一拳打爆3号机头颅，再硬生生地拆碎3号机身上的每一处关节。漫天飞溅的机甲残骸与血肉染红了地面，就连基地内的伙伴们都被这残忍的场面震撼得说不出话来。而最痛苦的莫过于真4，他是初号机的驾驶者，可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傀儡系统操控机体施暴，什么也做不了。身旁的河流都被染成了暗红色。就在下一刻，初号机捡起了3号机变形的插入栓，真4在驾驶舱内疯狂怒吼着助手，可驾驶舱还是被一板捏碎，撕心裂肺的吼声在旷野回荡，直到初号机停下动作。不是因为真4的吼叫起了作用，而是因为傀儡系统认为他已经消灭了目标。真4瘫坐在驾驶座上，陷入了深深的自责，他觉得是自己失手杀死了人。不久后，基地的回收人员抵达现场，将3号机的驾驶员从残骸中拉出。当真4看清那张脸时，所有的自责瞬间被滔天的愤怒取代，那正是他的好朋友东二。